王世坚，你还会勇敢的、坚强的活下去吗？你会不会觉得人家讲的段子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的？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台湾单口喜剧遭遇台湾网民谴责，这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乐法力，一位来自美国的双语 rapper。一帮教父白天到处都跑去，生活困苦却一路欢声笑语。和单口喜剧演员同学们，今天有谁要加入到工厂党呢？最近萨泰尔娱乐推出的演上 Burn， 因为出现争论而上了热搜。一诺千金，诚信至上。你这句话留着对你老婆讲好不好？对于台湾娱乐圈一无所知的我，本来也没怎么关注这个节目，直到看到希兰在推特上怼台湾观众，这才激起了我的兴趣和好奇。随着我对这一期节目了解的加深，我想要吐槽台湾观众的冲动也就越强烈。So, are you guys ready? Keep Taiwan's name out your mouth! 有关这一件事，台湾网民的反应让我想到了去年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当众打单口喜剧演员 Chris Rock 一事。不论是从当时媒体的报道，还是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台湾观众对威尔史密斯打人一事的看法都是与大部分欧美或者西方观众相反。而当时坚决与台湾观众站在一起的是中国观众。What？ 欧美网民普遍认为，语言对语言，行动对行动。威尔史密斯将本来可以用语言来解决的问题直接升级到暴力，是突破底线的过激反应。而台湾和中国的观众则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该拿人家老婆开玩笑，哪怕人家睡了他儿子最好的朋友，都不应该拿老婆来开玩笑。正如今天我们要聊的《演上 Burn》节目中伯恩的吐槽，台湾观众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该拿长相来开玩笑，或者无论如何都不该进行人身攻击。Oh no， 王世坚，你没事吧？总而言之，出手打人远比所谓的语言暴力要严重。那些习惯把语言或者如果是台湾人言语暴力挂在嘴边的人，我怀疑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遭遇过真正的暴力。真正的暴力是你无法选择承受的压迫和攻击，而语言，我曾经多次表明过我的观点，它是空虚的，它的意义是人为赋予的。当你觉得自己被言语暴力，你必须得承认，是你主动赋予了这些语言伤害你的权利。它原本只是一串被社会编码的声音，是你将它解码成一把冲你而来的利剑。因为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表达，有一些人则有完全不同的解法，从而完全不受影响。而因真正的暴力攻击导致的眼眶充血、意识涣散，甚至无法呼吸，它是不因人而异的，那才是真正暴力的后果。所谓的言语暴力，完全没法跟真正的暴力相提并论。OK。话说回来，如果我是一个台湾人，知道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上只有大批中国观众跟我站在一起，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我反思甚至羞耻。I mean hello， 台湾，你们有没有看过中国近些年来的艺术创作？烂剧烂片，一切都烂透了。Well， 乐乐，你无法欣赏，可能是因为文化差异。不，作为中戏之光，中戏老师都说我太牛逼，我对于中国影视行业以及它的发展历程的了解，比普通观众高不知道到哪里去。OK， 但是如果你觉得仅凭我这一句话太片面、太主观了，那你可以去 Reddit 上各个中文社群问问吧。甚至如果你留心一点，你也能从简中网上看到大家的明嘲暗讽。中国的艺术是被阉割的 ，It's garbage。And guess what？ 但凡对中国艺术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都能意识到，只要中国政府越少干涉人民的艺术创作，中国的艺术就能越快的和国际接轨。比如说第5代或者第6代导演的片子，或者9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甚至是早期的中国说唱，反映出来的事实是，问题不在于中国人民本身缺乏艺术创作能力什么的，而是在于 censorship。我很喜欢的美国作家 Mark Twain， 他曾经说过，审查制度就是对大众说，因为婴儿咬不动牛排，所以所有人都不能吃牛排。而对于艺术的审查，绝不只来自于政府这一方面，也有来自于社会和民众。那些要求伯恩向王世坚道歉的台湾观众，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镇压言论自由，同时也是在挤压艺术创作的空间。王世坚现在头发掉的速度比民进党支持度还快。我们来就事论事，伯恩是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在《演上 Burn》这样一档以吐槽为主的脱口秀综艺中说出这些段子，这个前提
非常重要。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选择走进一个脱口秀酒吧，或者是点击这个视频的链接，那你要做好准备，你要做好被挑战、被冒犯、被突破意识边界的准备，因为这个内容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我举个例子，你要选择看一部恐怖片，就不能指责它太恐怖，以至于你看完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你选择买票进入一个动物园，但是还没有逛到一半，你就对工作人员发飙了。工作人员对你说：“哎，我们这是动物园，你如果不喜欢动物的话，为什么要选择进来呢？”你对人家说：“哦，谁说我不喜欢动物？只是你们这儿的动物太大、太丑、屎太多，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向我道歉。” So 扯淡吧？那我们就来一一分析这些个心理。那些叫嚣着要伯恩出来道歉的观众，有些纯粹只是介意拿别人的外表开玩笑，或者是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那么，什么叫人身攻击？对公共人物的外表进行吐槽，算是人身攻击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吐槽呢？你说这个不行，你说那个也不行，请问你哪来的权威？你觉得这个不行，就意味着别人都得闭嘴吗？还有一些观众觉得嘲笑外表、人身攻击都没问题，但关键是伯恩讲的笑话不好笑，不好笑就该出来道歉。首先，你是什么时候被选择当上幽默法庭的法官了呢？既然如此，在场听到伯恩段子而笑出声的观众，请问你打算如何处理他们呢？身为道德标准如此高尚的民众，你打算如何惩罚伯恩，以及该实行什么样的新政，来确保搞过婚外情的公共人物从此不会再被他人开出轨的玩笑呢？ Okay, here's the thing. 要求伯恩道歉背后的逻辑是，你让我感到不舒服了，与其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被冒犯到，不如把责任全推到你身上。毕竟喷别人远比内观自我要容易得多。我不敢看恐怖片，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你不应该拍这么恐怖的东西来笑我。没错，言论自由意味着我们都有权利表达各自的看法，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同等的价值，你懂吗？比如说，你问我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国旗哪个好看，我作为一个红绿色盲，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任何价值。甚至说，如果你把我对于颜色的意见真当回事的话，你才是愚蠢的那一位。你如果在想，嘿乐乐，你凭什么说我对于伯恩这件事情的意见没有太大的价值？那我就必须得借用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毅的话来回答那些法官们。你上过舞台吗？你在舞台上讲过段子吗？你知道站在舞台上面对一群背景不同的陌生观众，试图让他们对一个段子产生共鸣并笑出声来有多难吗？一个段子不论好笑与否，都源自于大胆的尝试与冒险。脱口秀演员也只有在舞台上把段子讲出来，才会知道它是否奏效。有人喜欢安全，喜欢正确，喜欢哪怕是假象的完美，但也有人喜欢冒险，喜欢突破，喜欢凌厉粗糙的真实。我身为后者，想对台湾的观众说 Relax, dude, relax。 今天的愤怒也只不过是明天的笑料。如果想笑，就不要故作姿态，因为大家共鸣的笑声中蕴含着人类永恒不破的真相，而其他空泛的大概念只是随着时间历史的推移变了又变的东西。 Seriously,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我们已经太习惯给语言上枷锁，太习惯躲进正确的概念，但没有什么必须得正确，除了笑是天赋人权。最后，我还不得不说，希望伯恩道歉的人，他们是想以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正义感。该反思的真的是伯恩吗？如果我是王世坚，首先我不会再搞婚外情，其次我会把伯恩犀利的段子当成一个诚实的观察。录完节目之后，我会立刻去看皮肤医生，坚决守护我脑袋上仅剩的最后一点头发。我是乐乐法力，我们下次再见 ，Peace。